1949年的北平，东风如刀，裹挟着百万大军的脚步，悄然逼近城墙。那一刻，千年古都仿佛一叶孤舟，摇曳在生死的惊涛骇浪中。傅作义站在德胜门楼，目光穿越漫天飞雪，凝视远方铁骑尘土。他本该拔剑血战，奉蒋介石铁令，死守到天明。可城中200万魂魄的喘息声，却如幽灵般缠绕心头。一炮下去，故宫灰飞，百姓成墟。谁知，这位华北王的一个转身，竟将硝烟化作和平的曙光。来吧，让我们潜入那场没有枪响的生死棋局，揭开历史的惊心一瞬。你有没有想过，194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，一座千年古都的命运，就悬在一场无声的拉锯战中。北平，那座承载着无数王朝荣光的城池，本该是硝烟四起、血染长街的战场，却奇迹般地迎来了和平的曙光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傅作义下定决心死战到底，会发生什么？城墙内外，炮火轰鸣，200万生灵涂炭，故宫的琉璃瓦碎成尘埃，古籍焚为灰烬，整座城市从历史的长卷中被抹去。这不是耸人听闻的异响，就在不远处的天津，短短1天半的激战，就让一座繁华都市化为废墟。北平的士兵和居民们，当时就徘徊在生死的悬崖边上。更令人扼腕的是，傅作义本该奉命顽强抵抗到最后一刻，可他深知，硬拼下去，只会是同归于尽的悲剧。上头是蒋介石的铁令，死死勒住他的脖子；下头是百万解放军，步步紧逼。城中百姓饥肠辘辘，刺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他该如何抉择？这出历史的戏剧性，就在于一个军人的心路历程，悄然改写了200万人的结局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穿越回那段风云激荡的日子，揭开北平为何能化险为夷，成为内战中那朵罕见的和平之花，而不是另一个天津的翻版。回溯到1948年11月，东北的硝烟尚未散尽，国民党军队在那片黑土地上全线溃败，华北平原顿时门户大开，像一张被撕裂的屏风，毫无遮挡地暴露在解放军的铁蹄之下。北平不再只是诗书礼乐的古都，它摇身一变，成为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道屏障。南京的决策者们怎能不急？他们咬紧牙关，决意死守这座要塞，否则后方门户洞开，整个大局将土崩瓦解。不止北平岌岌可危，天津也与它休戚相关。那里是华北的工业心脏，两人城池如双子星般互为倚靠，缺一不可。那么退路呢？幸好还有塘沽港，这个不起眼的海湾，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既能运来补给，又是撤退的跳板。于是蒋介石的指令简明扼要，固守平津，扼住海口，形成铁三角的防御网。乍看之下，这布局严丝合缝，似乎牢不可破。可惜，这恰恰是他们最大的误算。他们本以为解放军鏖战东北后会喘息数月，谁知对方如疾风骤雨，毫不停歇地挥师南下。傅作义统帅的60万大军，沿铁路线绵延数百里，从西边的张家口直达东部的山海关，宛如一条疲惫的长龙，首尾难顾，处处漏洞百出。本该坚固的三角防线，反倒成了自掘的坟墓。傅作义的处境尴尬至极，他身为华北剿总司令，人称华北王，
却无法掌控所有兵马。他的嫡系35军和104军多是从绥远老家带来的铁杆部队，忠诚可靠，战力不凡。可其他部队如李文和石觉的中央军，名义上归他节制，实则心向南京，只认蒋介石的旗号。这样的指挥链条，怎能不一团乱麻？他最担忧的正是自家根基被连根拔起。再说北平这座城，200万居民云集，还是文化圣地。傅作义早年在绥远为政时，颇得人心。他不愿沦为单纯的杀伐之徒，而是频频结交社会名流、商贾巨子与学界泰斗，只为稳住民心。有些记载显示，他甚至预先囤积粮食、煤炭，并部署文物防护。这位将军竟要操心米袋子和煤桶，还要守护故宫的珍宝，压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更棘手的是民心这把双刃剑。内战已拖累数载，民众早已疲于厮杀，厌倦到极点。傅作义洞若观火，于是通过《平民日报》大造声势，塑造自己护城安民的形象。可物价如脱缰野马，米煤价格飞涨，谁能不怨？军事上需死守，政治上要维稳，社会上求安宁，民生上保温饱。他像被挤压的夹心层，左右为难。正是这种煎熬，让他本能地偏向保全城池与民众的方向。傅作义并非鲁莽之人，他精于算计，早早铺设双重路径，一面张扬战备，一面暗中探路。城墙加固，部队调动，表面上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给外人看，暗地里却遣使前行，穿越地下通道，前往蓟县与解放军试探底线。他的盘算很明确，拖延时日，攒足筹码，寻觅那条隐秘的第3条路。首轮谈判在12月拉开帷幕，傅作义抛出的橄榄枝颇为巧妙，提议阻隔联合政府，军队保留原状。听来冠冕堂皇，实则意在保住自家地盘。可解放军的态度如磐石般坚定，唯有缴械改编，别无商量。条件天差地别，谈何容易？更雪上加霜的是，他的阵营早已被渗透得千疮百孔。最信任的机要秘书严幼文、爱女副东菊，竟皆为地下党。每场密会，每个细微举动，皆被对手了如指掌。甚至他密谋偷袭石家庄的计策，也被新华社抢先揭露。他自诩运筹帷幄，谁知不过是棋局中的一枚卒子罢了。更惨的是，傅作义原以为解放军需休整数月，谁知不到10天，林彪、罗荣桓便兵分多路，悄然翻越长城，直扑冀东。聂荣臻则在西线佯攻张家口，声东击西。傅作义中计，以为敌主力来袭，急调王牌35军驰援。果不其然，12月初，北平北部的密云失守，6000守军全军覆没。这一击让他幡然醒悟，敌军已大举入关。他匆忙收缩防线，可为时已晚。35军从张家口回撤途中，陷于新保安的包围圈，寸步难移。这支他最宝贝的精锐就此卡死。12月中旬，战局尘埃落定，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部队合流近100万，将傅作义的60万大军切割成5块孤岛：张家口、新保安、北平、天津、塘沽。铁路瘫痪，协同断绝，机动无从，北平瞬间沦为四面楚歌的死城。
军事铁钳一旦扣紧，政治出路便无回旋余地。傅作义本以为手握大局，谁知其子早已被封死。打仗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枪炮的咆哮，而是那股悄无声息的饥寒交迫。平津已被铁桶般围困，北平的命脉到铁路瞬间断裂，煤炭和粮食如断了线的风筝，再也飞不进来。这座城市本就是个娇贵的消耗户，靠外地输血才能养活200万张嘴。冬日一降临，煤堆见底，居民们裹紧破棉袄，在风雪中打战。工厂的烟囱冷冰冰的矗立，机器闲置生锈，粮食库存本就捉襟见肘，现在更如杯中残酒，勉强续命几日。物价像疯牛般乱窜，1个月内翻了数十倍，一碗稀粥的价格就能让寻常人家倾家荡产。街头巷尾，怨气如雾气般弥漫，钱袋子一天天瘪下去，谁不心生绝望？傅作义口口声声护城安民，可眼见百姓先被饥饿啃噬，他怎能不焦灼？空头补给，南苑机场早丢了，只剩个简易场子，飞机勉强筑路，却随时挨炮。海上呢，塘沽港被死死掐住，船只稀少，物资全优先军用，平民哪轮得上？这下好了，陆路封死，空路凶险，海路摇摆不定，北平彻底成了缺衣少食但要告罄的孤岛。坚守听着慷慨激昂，实则是一场空洞的豪言。更叫人窒息的是上峰的指令与眼前的乱局格格不入。蒋介石起初对傅作义许以重权，还信誓旦旦增援在即，叮嘱他务必定死华北。可淮海战场亦然，南京自身难保，援军如石沈大海。电报仍旧4个字：死守待援。援兵在何方？无人敢打包票。12月中旬，蒋甚至空头亲笔信给平津诸将，字里行间是固守待援，不成功便成人的悲壮，还暗藏细菌战的阴影。傅作义独霸，怎不心如刀绞？他每日回电南京，皆是苦难倾甘，主力卡壳，补给枯竭，民怨沸腾。他明知顽抗只会将北平推入火海，200万条性命成炮灰。可撤退呢？早先有机会时，南京疑他另树旗帜，死不准许。如今困兽犹斗，却又命他突围或空运青岛，这可能吗？傅作义夹在军令与民生的天平间，一头是粉身碎骨，一头是叛逆骂名。最终他只能自辟蹊径，硬住头皮走向和谈的桥头。因为中央的号角早与现实脱节的面目全非。别误会，傅作义并非一味求和，他仍旧在拼尽全力筑起防线。从48年底到49年初，他是北平天津双臂堡垒，寸步不让。北平的部署堪称滴水不漏，城垣加厚，周边民宅改工事，壕沟纵横，火力网密布。104军和94军镇守要冲，民防队仓促拉起。就算天无绝人之路，他仍旧在地图上圈出西直门、德胜门等咽喉。天津更是一座钢铁迷宫，早从47年起就筑起12公里长的防线，宽5公里，碉堡逾百，小堡垒数千，外有护城河围盾。守军自夸金汤难破，蒋介石亲临视察，拍肩赞叹。傅作义心想，即便天津不保，也要让对手流血淋漓，好为北平的谈判多添砝码。天津
便是他掌中最后的王牌。可惜，堡垒再固，也挡不住历史的洪流。解放军不急于强攻，而是围点打援，逐个啃掉外围钉子，蚕食守军空间。士气如漏气的皮球，一天天瘪下去。更要命的是，天津地下党已将城防蓝图偷运而出，敌军洞悉一切。傅作义以为铸就牢笼，谁知是给自己上家。傅作义深谙，单凭枪杆子撑不住大局，他需借社会之力来壮声势。于是，他频频召见大学校长、学者、商界泰斗、宗教人士，亦常常恳谈，只求他们出面抚平民荒。果真奏效，学界商界联袂发声，宣言呼吁双方收手，莫回古都。燕京大学的美籍校长雷登还借大使身份居中周旋。这股保城浪潮为北平渡上道义金边，市民们也自发行动，商会控价稳势，学生守校维序。虽粮煤短缺，秩序却未崩盘。这些举动虽难逆转乾坤，却让傅作义感到肩上不那么孤单。他借《平民日报》大肆渲染渭城幼民，铸就形象，我非屠夫，乃守护者。国际援助寥寥无几，美苏皆袖手旁观。美国对国民党已心灰意冷，怎会插手？傅作义周旋外交，换来外侨同情与贸易生源，实惠却零星。最终主宰北平命运的，仍是城外百万雄师与谈判的博弈。军事枷锁越收越紧，后勤濒临断炊，傅作义方将和谈推向深水。1月7日，他不遣武夫，而是请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、山西大学周炳林等中立人士，赴河北蓟县八里庄，与解放军前线代表对坐。这回他的底牌已薄如蝉翼。35军在新保安困1月，张家口岌岌可危，条件缩水成4要： 1. 保古城完整； 2. 安军民性命； 3. 改编而非投降； 4. 平津塘沽一揽子解决，只求留点脸面，让部队体面谢幕。可解放军底线如铁，缴械改编，四字不移。几日拉锯，1月9日草签纪要，表面顾及傅作义颜面，内核却全盘采纳对方。纪要限1月14日午夜前答复，可他仍心存侥幸，盼天津多扛几日，命运却不给他喘息。12月底，战报如雪片般冰冷，解放军先减2翼，再收中枢。22日，新保安鏖战，35军为1月，早粮尽弹绝，只1日便全军覆没，军长郭景云自枪，1.6万精锐灰飞烟灭。傅作义心头一审，他的谈判王牌瞬间蒸发。2天后，张家口陷落，华北第3兵团猛扑，国军11兵团突围无果，5.4万将士命丧。短短3日，平绥县10万主力烟消云散，西路绥远退境易断。他本指望保快根据地，现全城泡影。这些连击不单损兵折将，更击溃他的心防。外围一溃，城内立时乱象，士气崩盘，投诚脱逃层出，散兵涌城，加剧粮耗，治安如火上浇油，米价狂飙，抢购潮起，街巷骚动。傅作义的战报皆在低语，时间已敌，军途已决，只剩谈判一席。1月14日，本是答复纪要的死线，可上午10时，
天津炮声震天。那是决战的序曲。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倾巢出动，傅作义与陈长捷本以为13万守军，数百碉堡，能拖数周，谁料仗打得如闪电，29小时天翻地覆。解放军凭详图，500炮狂轰，东西夹击，拦腰截断，先南后北，金汤桥会师，将敌一分为二，攻势迅猛如刀，14小时入城，分割围歼。15日下午3时，天津易手，13万守军覆灭，陈长捷就擒。噩耗传北平，如惊雷炸响，天津一崩，塘沽5万兵仓皇登船，2日后失守，北平封城死硬。傅作义顿悟，金汤堡垒在大军前如纸糊，天津之役成血腥教材，警示北平，战即焚城，无人幸免。天津的枪响，便是为北平敲的丧钟。天津倾覆，傅作义如梦初醒，再无拖延资本。再缓，局势同归于尽。他迅即深化谈判。1月16日，遣副手邓宝山全权赴解放军司令部，焦点转向细节，部队出城带编，必投降2字。政权过渡设联合处，共管治安暂由旧警县为，防真空，人员安全有保障。文物清单详列，故宫图书馆专人户。1月21日，和平协议墨迹干，铸就北平模式，以条文划线，画号节为交接。傅作义由此从困兽化身主宰，给200万民众一线生机。巧合的是，协议签毕，同日南京地震，蒋介石图宣下野，推李宗仁代理。消息北传，前线将领愕然，效忠的统帅拒退，听谁号令？对傅作义，此乃双刃，坏在先前的手语谈，皆以中讲为谎，现讲去，历来关系微妙，须重衡。好在枷锁松，他更自由，不惧抗命罪。更绝的是，蒋退，让众支国民党末路，主战派如李文、石觉瞬间泄气。傅作义趁势召江，亮协议，反对燕萧，允不愿留者非南京，主战者一走，开城路畅通。在傅作义的头顶，除了南京的军令和城外的炮口，还有一股暖流般的呼声，从北平的街巷深处涌起，那是城中知识分子与寻常百姓的集体低语。这些人没有刀枪，却用笔墨和眼神，编织出一张无形的网，悄然拉扯住历史的车轮。他们的心愿朴实的像冬日里的热粥，求求了，保住北平吧，别让这千年老城在火光中灰飞烟灭。学者们率先站出，北大、清华、燕京的智囊们，如张东荪、许德行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他们不止撰文疾呼，还亲身奔走，化身为和谈的桥梁。他们的话语沈甸甸的，这仗的输赢是小，民族的魂魄是大。若故宫焚毁，典籍散佚，那是中国脊梁的断裂，子孙万代将无颜面对先祖。商贾们则更接地气，直言不讳，战火一起，作坊停转，家业成虚，北平的经济命脉就此掐断。老百姓呢？他们是最无力的，却也最真实的。粮仓空荡，煤盆冰凉，每日被饥饿和朔风双重鞭挞，只求一条活命的窄道。这股民意如潮水，压得傅作义喘不过气。
硬扛下去，他将成为遗臭万年的刽子手。稍转舵头，却能披上和平守护的锦袍。这下，他真真切切的没了后路。想想那些困守北平的军官和士兵吧，蒋介石的宏图大略，南京的死命令，在他们眼中，都敌不过眼前的一家老小。开战，那可能意味着全家葬身炮灰，妻离子散；求和，至少还有命在，能抱一抱孩子，闻一闻炊烟，这是最赤裸的算计。许多弟兄的家眷就蜗居城中，巷战已响，他们在前线浴血，亲人却在后院挨炸，谁咽得下这口气？再者，粮道一断，子弹匮乏，士卒们每日啃着窝头，枪管里空空如也，还指望他们去赴那场必败的死局？军心早如风中烛火，摇曳不定。更尴尬的是，傅作义的嫡系尚算铁板一块，可那些中央军本就非他心腹。蒋介石一隐退，他们的脊梁骨立时软了。是随副司令玉碎瓦全，还是另觅生机？答案昭然若揭。傅作义洞察秋毫，明白强令死拼只会酿成哗变，护住部下唯一的钥匙，便是那把和平改编的锁钺。回首傅作义的内心独白，你会发现他起初的如意算盘多么精明世故，赢下军锋，保全自家班底，还得博个千古流芳的名声。公式简单，胜利加实力加声誉，减去城池损耗，听来滴水不漏。可战场这头猛兽从不按剧本走，新保安、张家口接二连三的崩盘，天津更如昙花一现，军事荣耀那一栏瞬间清零，实力保存也成镜花水月。若在死顶，代价便是200万市民与古都的陪葬，这账怎么算都血淋淋的。最终，傅作义的攻势大洗牌，只剩一事：最小化破坏，最大化生机。他从咆哮的战神蜕变为低调的城池看护者，虽是被形势所迫，这华丽转身却真正拽住了北平的命根。协议落纸，可光喊和平是白搭，还得拆解成一串串铁一般的步骤。从1月22日起，城中20余万国军分流出城，按图所记，先至郊外村镇扎营，再后改编。这套流程专为避开城内缴械的尴尬与乱象，有序撤离，体面收场，不是吗？过渡期更是讲究艺术，解放军小队先行，卡位城门、粮仓、水厂、电厂，治安暂托旧日巡警与宪兵联合办事处把关，交接如换岗般丝滑，不露痕迹，防患于未然的真空。城市机器转动，百姓心不慌神不乱。最后，别忽略那条暖心条款：文物守护。他们详列故宫、北平图书馆、清华北大等瑰宝，组文化保管团，派专员盯梢。这清单化的路径像精密齿轮，将潜在的乱局碾成平稳的交响。北平模式便是这技术活，就成于水火。人心才是那最易碎的瓷器。协议一签，解放军未入，20万守军如热锅蚂蚁，万一清算呢？一言不合就可能群情激愤。傅作义急中生智，先用广播定调，这不是屈膝，而是大局为重，护民未成。他统一口径，让弟兄们有台阶下，可嘴上功夫不够，还得铁拳压阵。宵禁令下，部队进乱窜，
官兵不得滋事，趁火打劫者严惩不贷。这些铁规虽严苛，却锁住了城中龙卷风，百姓闻之不惧，军士之有余地，避免了收官失守。最绝的是，他亮出民生牌，调粮配煤，狠杀黑市，让市民晓得不会饿肚冻骨。广播日日重播，安全优待，改编有道，谣言如野草，被连根拔起。傅作义没胜在沙场，却胜在尾声的稳盘。1949年1月31日，农历正月初3，北平内外如屏息凝神，协议本定大年初1接管，可谓顾民俗，他们宽限2日，反倒让那天成了喜庆的转折。晨光出现，解放军41军一师从西直门列队而入，城垣下，一侧是徐徐退出的旧军，一侧是整齐进驻的新师。时光在那瞬息悄然翻页，接收有条不紊，城门、交通枢纽、仓库、电台、政府衙门皆按序接手。先前稳住的要津，顺水推舟，无血无痕。叶剑英掌军管会，彭真领侍卫，新政如春风落地，市政灯火不灭，百姓心时落地。到2月3日，大型入城礼隆重上演，部队自永定门鱼贯沿中轴线前门大道，民众夹道欢呼，虽无锣鼓，却胜似盛宴。傅作义虽未露面，可他让北平免遭劫火，这在中共看来便是首功。从此，北平模式成模板，以最小伤亡换取最大转折。北平一起城门，平津战役的帷幕徐徐合上。64日鏖战，50万国军或歼或编，国民党华北脊梁彻底折断。继辽沈、淮海后，又一记重锤，长江以北防线如纸糊般撕裂，东北华北连成铁板，解放军可从容南下，瞄准南京上海。长江天堑笑谈罢了，使华北生力军江防形同虚设，100万大军压江，胜负已定。更妙的是，北平的柔性收官，震动四方。其他顽抗的国民党将领，眼见天津血战，绥远硬拼，北平和谈3种路子摆盘，原来不必尸横遍野，也能谢幕。加之蒋退的余波，抵抗意志如雪崩。2月初，华北赤志飘扬，南京耳边钟声阵阵。北平这局留下的静见，简明如刀，国民党上上下下散如沙粒。蒋介石吼着死守，傅作义却盘算保身，前线后方各唱各调，谁能不愧？补给一掐，数10万大军力摊，这便是其致命软肋。更致命的是民心倒戈，学者求宁，商贾未损，百姓俱死馁负，一城数百万人皆不愿再战，谁敢逆势呼啸？傅作义明镜高悬，硬拼，他是毁城魔头；巧转，他是和平英雄。现实从不讲情面。后来傅作义入中共，掌水利，风平浪静，在国民党眼中，他却永系叛徒枷锁。功过是非，视角而定罢了。可北平一挥，南京丧钟已鸣。这场无声一手，其实是国民党仓皇南撤台湾的催命符。归根结底，定鼎的非枪杆独大，而是那颗颗跳动的人心。时光如梭，转眼北平的钟声已回荡70余载。那场冬日的抉择，不仅救赎了一城一池，
更如一枚棋子，悄然推倒了国民党大陆江山的最后骨牌。傅作义的转身，从战场的咆哮中抽身而出，铸就了历史的奇葩，一座古都在炮火边缘迎来了新生。回望那段峥嵘，胜败的密钥从来藏在人心深处。枪炮可夺地，可人心一去，江山何处安放？北平的和平解放，便是这永恒的注脚，提醒后人，和平往往源于那份对生灵的最后一丝怜悯。